大家好，我是小丹。马上就到端午节了。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，在我们北方这一天，家家户户都会包粽子，口味也多种多样。除了会包粽子，煮粽子也是特别的关键。千万不要直接用清水煮，多加2样东西，保证你煮熟的粽子又香又糯，特别的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盆中准备1斤糯米。糯米的营养价值非常高，富含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维生素、钙、铁、磷等。日常可以适当吃一些糯米，对身体特别好。倒入适量的清水，给它清洗一下，洗去糯米表面的灰尘和杂质。在清洗糯米的时候，不要使劲搓洗，避免营养的流失。糯米一般清洗1到2次就可以。洗好后将水倒掉。这个糯米水不要扔掉，有大量的维生素，可以用来洗脸、浇花，都非常不错。糯米里再次倒入清水，水的量没过糯米就可以，然后放一旁浸泡4个小时。盆中再准备100克黑米、20颗红豆、20颗绿豆、20颗花生、20颗芸豆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先清洗一下。洗好之后，将水倒掉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放一旁浸泡4个小时。这个时间准备一些洗干净的红枣放在案板上，再准备1根吸管，拿1颗红枣，将吸管尖头插进去，像这样果核很轻松就被取出来了。用这个方法去枣核，特别的简单又省事儿，还不浪费肉。爱吃红枣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方法。全部处理好之后，将红枣先放一旁备用。准备一些粽叶，用冷冻的清水清洗干净，注意每一片粽叶都要清洗。全部清洗好之后，放到案板上，用剪刀剪一下，将头尾剪整齐。全部剪好后，放入篮子里备用。锅中提前烧开水，在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少许食用碱，用铲子搅拌化开。将洗干净的粽叶放进来煮一下。这里加食盐能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，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增强粽叶的韧性，从而使它不会因为弯曲、折叠而破裂。加入食用碱可以保持粽叶翠绿的颜色，这样包出的粽子颜色也会更加好看。煮5分钟就可以，控水捞出，过一下凉水。糯米像这样变得胖乎乎的，用手轻轻一碾就碎，像这样就说明泡好了。控水捞出来，放入盆中。糯米经过浸泡以后，它里边的粘性成分会更好的释放，这样粽子更容易被煮熟，口感也会更加软糯。再将泡好的豆子也捞出来，和糯米放在一起，将红枣也加进来。倒入50克白糖，增加甜味儿。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。用筷子搅拌均匀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求您发自大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开始包粽子。
准备2片粽叶，这个是正面，这个是反面。包的时候像这样反面贴着反面，这样包出的粽子都是正面，特别好看。从中间折叠过来，像这样折好一个漏斗，放3-4勺糯米，用勺子压一压，将侧边折进去，这样会减少漏米的情况。覆盖的时候，右手托住下面，左手覆盖折两边，2只手配合一下，多余的叶子折过来，用绳子绑好，尽量绑紧实一些。再打个活结，像这样一个粽子生胚就做好了，特别的漂亮。用这种方法包出来的粽子一点都不会漏米。所有的粽子全部包好之后放入盘桌。1斤糯米我这里包了20个粽子，感觉还挺划算的。接下来锅中多倒一些清水，将包好的粽子放进来。大家在煮粽子的时候一定要冷水下锅给它煮。想要煮出来的粽子又香又糯还不加生，我们需要往里面加入2样最关键的食材。一是白醋，滴入几滴就可以了，这样能使粽叶不变色。再加入半勺食用碱，这样能使糯米更容易熟，煮出来的粽子又香又糯，色泽也会更加好看。然后盖上盖子，开大火烧开。烧开之后再转小火慢慢煮上2个小时。时间到了之后再焖半个小时，这样煮出来的粽子又香又糯。好啦，打开盖子看一下，粽子非常的漂亮，粽香四溢，一个都没有散。装入盘桌就可以给家人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我们的8宝粽子就做好了，打开看一下里面，一股浓浓的粽香味扑鼻而来。里面的这个糯米非常的软糯，很诱人，尝了一下，真的是又软又糯又香甜，比外边买的还要好吃。里面加入了各种豆类，营养特别的丰富，大人孩子都很爱吃。一次性可以多做一些，放冰箱冷冻起来，随吃随取，特别的方便。自己在家做的，干净卫生，安全无添加。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是小丹，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记得关注哦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